宫宴之上，九王爷的怀里掉出贵妃的小象，帝王将最前，他灵机一动，指着与贵妃有5分相像的我：“臣弟与孟家嫡女孟婉宁情投意合，求皇兄赐婚。”京中人人都知道我爱慕九王爷已久，定然会欣喜认下这桩婚事，我却对着陛下盈盈一拜。九王爷怕是认错人了吧？臣女五品无极，怎么配戴七尾凤钗？这等僭越之物，该是宫里的娘娘才配用的吧？下一瞬，贵妃和九王爷的脸色煞白。我冷笑一声：“前世你们拿我当替死鬼，这辈子我送你们一起上路。”宫宴上，九王爷端着酒杯，目光却频频看向凤椅上的贵妃。他看得出神，不慎打翻了酒樽，慌忙擦拭间，怀中掉出了一个小象。旁边的官员瞧见了，随口调侃：“这简直小象，倒好像有几分像贵妃娘娘呢。”皇帝的脸黑了，正要发怒，下一刻，臣弟与孟家嫡女孟婉宁情投意合，求皇兄赐婚。九王爷指着我对皇帝道：“我爱慕他许久，听到之后欣喜不已，当场答应了婚事。婚后，他一心为贵妃筹谋，扶持贵妃的孩子登基，对我则是冷嘲热讽，百般折辱。我生产那日，贵妃特意乔装出宫，还带着2人定情的七尾凤珠钗，眉目流转，巧笑倩兮。王爷一向谨慎，如何会在那日调出本宫的小象？这分明是你有意算计！你抢了本宫最心爱的男人，本宫如何能饶过你？”他用力一推，我便倒在地上，血慢慢流淌开。我倒在血泊中，看到九王爷匆匆赶来，将贵妃搂在怀中。都说了，这些脏手的事让我来就好。你的手天生就是涂丹膏拿凤簪的。贵妃娇嗔：“怎么，你心疼了？有你为我生下的孩儿，我怎么会在乎一个贱人生的主？”我看着2人在我面前恩爱缠绵，活活痛死，恨到再次睁开眼睛，看到这场荒唐的赐婚时，差点笑出了声。九王爷怕是认错人了吧？臣女五品无极，怎么配戴七尾凤钗？这等僭越之物，该是宫里的娘娘才配用的吧？一瞬间，贵妃和九王爷2人的脸色煞白。七尾凤珠钗非妃位品级的女子，不可佩戴。众人哗然，皇帝的脸色更是黑得发绿，甩袖将贵妃挥倒在地。甄贵妃，你作何解释？贵妃满脸惊慌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一旁的九王爷急了，一撩袍子，跪在地上：“陛下，都是臣弟不好。婉宁喜欢七尾凤钗，可她身份有限，臣弟便只能捡一张带凤钗的小象。”好，婉宁，带本王回去，再亲手给你捡一张小象，可好？说到这里，他转身看我，故作宠溺地扯了扯我的袖子。你就不要闹脾气了。九王爷与皇帝并非同母所出，却能成为皇帝最心中的弟弟，果然是有2分本事的。3言2语就把此事从他与贵妃疑似有山，扭曲成我因为芝麻大点的小事闹脾气，诬陷贵妃。全场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，贵妃更是眼唇轻笑了2声。满京城里，谁人不知孟小姐对九王爷情根深重？如今这般拿翘作态，岂不是惹人笑话吗？九王爷是天皇贵罪，本人生的风流多情。前世我被他的皮囊所惑，不顾爹娘的反对，欢天喜地的嫁了过去，最终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一世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我脸容行礼，不卑不亢。贵妃娘娘慎言，臣女与九王爷不过一面之缘，如何比得上贵妃娘娘与九王爷青梅竹马的情？再说了，陛下早有旨意召臣女入宫，臣女怎会与九王爷有私情呢？我的祖父是2朝阁老，皇帝为了拉拢祖父下旨，召孟家女入宫，可前世的我一心扑在九王爷身上，祖父只得让庶妹入宫。皇帝认为孟家拿庶女充数是有意怠慢自己，渐渐与孟家离了心。此时我当众认下入宫的事，祖父在立刻出列为我作证。不错，婉宁早定下要入宫的，绝不会同外男有牵扯，还请陛下明鉴。有祖父为我作证，皇帝的脸色一下子和缓了许多，只是头顶的绿色更浓了。他亲自下来扶起祖父。爱卿的家风，朕自然是相信的。贵妃的脸色一下子白了，仓皇地看了一眼九王爷，几乎要哭出来声。九王爷咬了咬牙，忽然五体伏地，行了一个跪拜大礼。都是臣弟孟老，还望皇兄恕罪。九王爷是皇帝的好弟弟，以前每次面见皇帝都不用行跪拜大礼，这一次他把锅都揽到了自己头上，磕头就磕得相当实在，血顺着额角流下来，糊了他满脸。罢了，你我兄弟2人，
有什么是不能商量的？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在场的官员和工人都被皇帝下了禁口令，可我知道，皇帝按下了这件事，不代表他真的放下了这件事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回到家中，祖父问我为何会忽然改了主意。你不是一直对九王爷有情？重生一事太过离奇，我不欲提起，因此另起了一个话头。那小象明明并不是我的，九王爷却非要将污水泼给我，足见品行不端。他不是良人，孙女嫁过去了，也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再说了，孙女是孟家女，自然要为孟家出一份力。前世我在九娥的府中受苦，也曾向孟家求助，可是孟家正因为送庶女入宫的事受到皇帝治责，对我的求助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话：这条路是你自己求来的，好坏冷暖自然也由你自己担着。心寒吗？心寒的。可我们这种高门大户本就不可能只凭勤奋做事，我能做的就是在这一世将自己与家族的利益牢牢捆绑在一起，让家族的力量可以为我所用。中宫空悬，储君未定，那储君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孟家所出？祖父的眸光一盛，看向我的目光多了2分赞许。不错，只是今晚小象之事，到底是被九王爷含糊过去。贵妃一日不倒，你在宫中便一日不得安稳。我甜甜一笑，那不是还有祖父吗？有祖父给婉宁撑腰，婉宁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贵妃的母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4品官，怎么比得过咱们孟家？若是贵妃真敢在后宫与你为难，那祖父自然会在前朝为你做主。有了家族的全力支持，我一入宫就封了妃位。封妃那日，九王爷进宫观礼，一入宫门深似海。婉宁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在仪式开始前，他拦住我，假惺惺的劝道：只要你去跟皇兄承认那张小象是你的，本王就会立即娶你进门。到时候你就是王府的女主人，岂不是比在宫中与人勾心斗角来的舒服？在九王爷心中，我到底是有多蠢，让他连骗我都骗得这么不走心。小象一事，虽然九王爷全揽在自己身上了，但是皇帝还是对贵妃生了芥蒂，一连2个月没有翻贵妃的牌子。贵妃已经写了好几封信回家哭诉了，这些信都被我借孟家的人手截获了。如今我若是再去跟皇帝承认小象的事，就是欺君大罪，到时候别说是我，整个孟家都会被我拖下水。我冷哼一声，挑眉看向九王爷。九王爷真是好口齿，怎么没在贵妃娘娘入宫之前向她剖白这份协议呢？九王爷的脸色一僵。你说过了，但是被拒绝了。贵妃都看不上你，你凭什么认为我孟婉宁会看得上？你以为你进宫会有什么好下场吗？等着吧，你得意不了多久了。在我封妃仪式上，旁观的贵妃的衣裙下忽然飞出无数蝴蝶，围着贵妃翩翩起舞。不怪九弟对你念不忘，就连蝴蝶也为你倾倒啊！贵妃就此复仇，甚至风头比之前更盛。一时间，人人都笑我刚进宫就失宠。我只是将贵妃那日引来的蝴蝶装进罐子里，递给贴身丫鬟，将它送给祖父，他会知道该怎么做的。3日后，钦天监上奏，贵妃命格有异，才会在冬日里引来蝴蝶。若留她在宫中，必定会妨克皇帝气运，扰乱王朝坤道。一时间，贵妃成了妖妃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贵妃的母家不是吃素的，立刻指出冬日里虽然不该有蝴蝶，但是这种蝴蝶比较特殊，在京郊的温泉庄子上就能活下来，不算有逆4时。九王爷的温泉庄子上就有这种蝴蝶。怕皇帝不信，他们还贴心的举了一个例子。老九，怎么次次都有你的事？玉座上，皇帝的脸黑中透着绿。皇兄，九王爷膝盖一软，跪在地上就要开口辩解。又是小象又是蝴蝶，老九，你真是忙得很呐！皇帝甩袖离开，当天就传下旨意：九王爷冒犯天威，闭门思过2个月，贵妃褫夺封号，降为贵人，迁居冷宫。苏真儿迁宫那天，皇帝第一次到我宫中留宿。
见我宫中冷清，问我要不要养点小东西解闷。我立刻谢恩，然后收养了生母早亡的五皇子姬怀安。这算不算阳奉阴违啊？我的贴身丫鬟翠芝都惊呆了。怎么会呢？他很小啊。五皇子今年已经有18岁了，但是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，他长得又瘦又小，看起来只有16岁出头。小姐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干嘛不自己生一个孩子？我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我的确很年轻，可是皇帝却活不了多久了。前世，皇帝在1年后骤然驾崩，这才有了九王爷力保苏真儿生的孩子上位一事。我不知道皇帝驾崩是他寿数如此，还是天灾人祸。给怀安送一碗甜汤过去，让他喝完了就早点休息，不要再熬夜读书了。结果五皇子的甜汤还没喝完，冷宫就送来了消息，苏真儿怀孕了。苏真儿这次怀孕可不得了，青天剑上奏说她腹中胎星璀璨，紫气绕宫，乃是祥瑞之胎，大贵之子，主国运昌隆，江山稳固。皇帝大喜，不仅让苏真儿从冷宫中搬了出来，还恢复了她贵妃的位分与封号。我与其他后妃依礼去给苏真儿贺喜。大殿内，苏真儿满头珠翠，端坐主位，小腹微隆，眉眼间俱是志得意满。视线扫到我时，她忽然眼唇一笑，看我还没来得及给妹妹道喜呢，妹妹收养五皇子，这份慈爱之心实在是令人动容。只是妹妹这样年轻就急着收养皇子，莫非是孟家想要让外孙做些什么？皇帝端茶的手顿了一下，目光沉沉地落在我身上。我恍若未觉，轻笑了一声。姐姐这话，妹妹就听不明白了。一个黄桥小儿，除了解闷逗趣儿，还能做什么？再说了，怀安天资平平，比不得姐姐的腹中的皇子，尚未出世，便有青天剑断言大贵，必能为陛下分忧。陛下，臣妾绝不会。贵妃既有身孕，便安心在宫中养胎，少思索些无关之事。说罢，再不多看苏真儿一眼，大步转身离去。孟婉宁，是本宫小看你。苏真儿僵在原地，脸上的血色退得一干二净。再看我时，目光冷得像是淬了毒。苏真儿不是小看了我，她是小看了帝王的猜忌之心。为了重获圣宠，苏真儿和她背后的九王爷都鼓足了劲儿，吹嘘她腹中孩子的尊贵不凡。可是一个帝王怎么能容忍有人分享自己的权威？就算是自己的孩子也不行。天家无父子，从来都不是一句虚言。真儿这次是一时心急，用力过猛，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蠢人，他一定会找到令圣心转还的方式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垂眼递给翠芝一封密信，让祖父派人去查一下我的这份名单。那日之后，苏真儿再不敢宣扬自己腹中胎儿的祥瑞之处，反而日日往养心殿送自己亲手做的吃食。我不欲与他争宠，就留在自己宫中教养五皇子姬怀安。看他个子瘦了，我吩咐小厨房1日5顿的给姬怀安送饭食点心。2个月过去，姬怀安更瘦了。我以为是点心不合他的胃口，特意去学了他家乡风味的菜色。姬怀安的小脸绷得紧紧的，坐得笔直，只夹了2筷子便放下了筷子。还是不合口味吗？我心中的疑惑更甚。10几岁的男孩正是抽条长个的时候，怎会食量小得跟猫儿一般？莫非是身体不适？想起前世的姬怀安没有活到成年，我眉头紧皱，立刻就要让人去喊太医。这时姬怀安的肚子忽然咕咕叫了2声，他立刻用手按住了腹部，脸一下子红透了。我蹲下身与他平视。怀安，告诉我实话，你为何不肯吃饭？姬怀安的睫毛颤了颤，大颗的泪珠滚下来，砸在青砖地上。因为父皇的圣旨说，让母妃养个小东西解。这段时间，儿臣已经吃的很少了，可是个子还是长高了2公分。要是长得太高，儿臣就不是小东西了。母妃是不是就会把儿臣送回去？他抬起泪眼，怯怯的、无比认真的看着我，居然是因为这种原因。想起这段时间，我为了学菜，掌心都撩起了水泡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没忍住拍了姬怀安的后脑勺一把。傻孩子，
你既然叫了我一声母妃，那我便是你一辈子的母妃。真的吗？姬怀安捂着脑袋，黑亮的眼睛里泪水再次激。我抚了抚他细软的头发，挑眉道：“可你若是饿死了自己，那咱们的母子情分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姬怀安立刻扑到桌案上，狼吞虎咽。我失笑的摇头：“慢点吃。”还有，这日属午，我正陪着姬怀安用膳，忽然有内侍过来传召，让我即刻去贵妃的崇华宫觐见。崇华宫中，皇帝端坐于上首主位，面色沉凝如水。苏真儿依偎在皇帝怀中，云鬓微乱，面色苍白，眼圈通红，正拿着卷子不住拭泪。见我剑门行礼，原本压抑的喘气声更响了一些。皇帝从手边的矮记上用2根手指拈起一个红玛瑙镯子，丢到我的面前。此物你可认识？皇帝的声音听不出喜怒，却带着沉重的威压。回陛下，此乃贵妃娘娘诊出喜脉时，臣妾送来崇华宫的贺礼之一。你倒认得痛快。皇帝冷哼一声，还未说话，依在他怀中的苏真儿已抬起泪眼，声音凄楚：“姐姐知道你对本宫心怀怨怼，千错万错都是本宫的错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怎能用如此阴毒的手段来害我腹中的皇儿？”我神色如常，对皇帝拱了拱手，姿态谦卑：“贵妃娘娘的指责，臣女听不明白，还请陛下给臣妾一个明示。”皇帝扫了一眼旁边的太医。李太医，你来说。近日贵妃娘娘胎相不稳，腹痛见红，微臣细查了一遍娘娘日常所用之物，最终在此镯子上验出了麝香的痕迹。皇帝胸肢起伏，显然怒极，他盯着我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朕原以为你识大体、懂规矩，不想竟如此擅妒、狠毒、残害皇嗣，你还有何话说？”我要说的多了。我盯着李太医的脸。李太医，麝香阴毒，若这镯子真有问题，为什么贵妃娘娘佩戴了足足6个月，才开始腹痛见红？苏真儿的哭声一顿。娘娘有所不知，麝香若是涂抹于表面，虽然药效强劲，但是易被察觉。此镯子却是被麝香熏蒸了1年以上，让麝香之气沁入了玛瑙肌理深处。如此一来，药效发作虽然慢了一些，却可杀人于无形啊！李太医说完，皇帝便重重地拍了一下桌案：“一个杀人于无形！此等阴私手段，不愧是孟家女！来人！”陛下且慢。陛下，此镯并非臣妾送给贵妃娘娘的贺礼。我的话音刚落，满场皆惊。妹妹刚刚亲口承认，这镯子是你当日送进崇华宫的贺礼，如今改口，怕是晚了。我脸上的笑容更深。那一日，臣妾路遇一个行色匆匆的小内侍，说是要替九王爷送礼。老九，皇帝坐直了腰，贵妃怀上祥瑞之子，天下同喜。九王爷虽在禁中，仍派人寻得一只上佳红玛瑙镯子作为贺礼，托内侍送入宫中。但是宫规森严之物由其王爷所赠，无旨不得擅入后宫。臣妾不忍看着那个小耐亲犯禁，就花钱买下了这只镯子，以臣妾的名义将镯子送进了崇华宫。虽然隐蔽，但也非无迹可查。陛下若是不信，可随时传召九王爷府中的下人查问。此事半真半假。九王爷买镯子并托人送入宫的事是真的，假的是我并非偶遇那个小内侍，而是在得到孟家传信后守株待兔。皇帝的脸色又开始隐隐泛绿了，看那只红玛瑙镯子，就像是在看自己的绿帽子。都怪臣妾一时心软，险些害了贵妃腹中的龙子。陛下，臣妾真的没有想到九王爷竟会对皇子下手。甄贵妃，事到如今你还不肯承认吗？胡说！苏真儿飞快地打断了我，转身扯着皇帝袖子，低声抽泣起。即便这镯子是九王爷寻来的，他东西毕竟是经了婉妃的手，焉知不是婉妃在暗中动了什么手脚，既害了臣妾腹中的皇子，又能挑拨陛下与九王爷的兄弟情，其心何其毒也！我心中冷笑，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刚刚李太医亲口说，镯子里的麝香经过了1年的熏封，可臣妾从买下镯子到送入崇华宫不过短短半日。莫非李太医在说谎？李太医膝盖一软，跪在地上，再开口时已经是满头的冷汗。微臣，苏真儿的眸光一闪，就要为李太医求情，重重叩头，声音带上了恰到好处的悲愤与委屈。此事要么是九王爷心怀鬼胎，意图谋害皇嗣，要么是李太医医术不精，致使贵妃娘娘胎相不稳，腹痛见红，为了推卸责任，胡乱攀污。陛下，您千万要彻查此事，不要让贵妃受委屈啊！皇帝的脸色阴沉如水，视线在红玛瑙镯子和李太医之间打了2个转，刚要说话，苏真儿忽然扶着肚子跪伏在地。陛下，
李太医本姓林，父亲承认太医院院首，因冒犯天威被先皇处死。没想到李太医为此怀恨在心，竟然隐姓埋名，借着臣妾腹中的龙子来动摇天家亲情，离间陛下骨肉。真儿，李太医，我理解你想为父报仇，可是你也要为你的家人想一想。我在一旁差点笑出声来。李太医是苏真儿的青梅竹马，一直暗恋苏真儿。前世他为了替苏真儿出气，失真拖延了我的产程，硬生生拖到了苏真儿出宫，让他亲手推我。这一世，他为了隐瞒苏真儿怀孕的月份不对，想靠嫁祸我来解释苏真儿的早产，却没有料到大难临头，推他去死的正是他护在掌心的苏真儿。李太医脸色从苍白变得灰败，最后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陛下是微臣误了贵妃娘娘，微臣罪该万死。话音刚落，李太医就一头撞死在香炉边，鲜血溅了苏真儿满身。我的肚子好痛！下一秒，苏真儿捂着肚子哀哀痛呼起来。虽然麝香入体是假的，但是苏真儿受惊过度，真的早产了。纯华宫的烛火亮了一夜，我披衣坐在窗前，听到风中传来的女人的惨叫声，回想起自己前世生产时的痛楚。那时的我比现在的苏真儿痛100倍，绝望100倍。腿边忽然传来窸窣的响象，我低头一看，季怀寒搬了个小舅子坐在我脚边，怀里还紧紧抱着一把他平日练习骑射用的短戟，刀刃出鞘半寸，在烛光下泛着幽冷的寒芒。怀安，你拿着这个做什么？贵妃娘娘这一胎是祥瑞之胎，若是出了差错，父皇说不定会迁怒你。所以他想用一把匕首在帝王盛怒之下护住我。我失笑摇头，放心吧，贵妃这一胎定会平安无事的。为了保证苏真儿顺利产子，我提前半年就让孟家帮我寻摸京城内外最好的接生产婆，各种保命的百年人参更是数不胜数。苏真儿这边一发动，我就把人都送过去了。现在还没有消息过来，就是一切顺利。母妃，你不恨他吗？他今日还想陷害你。听我说完，季怀安小小的眼睛里闪烁着大大的疑惑。若是不恨他，我如何会让他平安生下这个孩子？这个孩子才是我彻底扳倒九王爷，乃至将苏真儿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关键。小孩子熬夜会长不高哦。季怀安仍是似懂非懂，被我赶回了房间。长夜将近，东方既白，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终于从崇华宫的方向传来，穿透尘嚣，回荡在宫廷上空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，贵妃娘娘诞下皇子，母子平安。我端起早已凉透的茶，缓缓饮尽。好戏终于要开场，跟前世一样。苏真儿诞下皇子的次日，御花园的锦鲤池中，千百尾红鲤竟聚而不散，首尾相牵，在水中自然排布成一个巨大的福字。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，原本年过不血、精力不济的皇帝，自小皇子出生后，精神一日比一日抖擞，甚至能夜遇使女。人人都夸苏真儿生的小皇子果然是祥瑞之子，皇帝更是对苏真儿母子俩的宠爱与日愈增，甚至下旨会在小皇子的百日宴上封苏真儿做皇后。一时间，苏真儿风头无两。母妃，世界上真有神医祥瑞吗？我捏了捏他的脸，怀安，你记住，神医的是人心。前世我在九王爷府中亲眼见到九王爷与心腹商量如何炮制祥瑞。所谓的锦鲤献福，不过是提前让小太监在水池下将喂食器摆成一个福字，而皇帝的身体变好，是因为九王爷让人在他的饮食中掺入了丹药。姬怀安眨了眨眼，一脸懵懂。母妃既知那些不过是戏法，为何不当众揭穿他们呢？我弹了一下姬怀安的脑门，弹得他抱着脑门哎呦了一声，才笑眯眯地冲他摆了摆手。这个呀，你自己悟。悟出来之前不可以出宫门。苏真儿有意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，自然看看排行靠前几个皇子不顺眼，几个皇子都被他找借口罚了一遍。萨皇子更是因为私通庶母的罪名，被圈禁在府中，永远与皇位无缘。我将姬怀安拘在宫中，本意是想让他避开苏真儿，结果苏真儿自己找上门。本宫的皇儿因受了惊吓早产，以致先天不足，体弱多病。本宫这个做娘亲的，真是心如刀绞。幸好陛下怜惜，请了高僧入宫为皇儿祈福。高僧言道，五皇子的八字与本宫的皇儿相合，只要他于佛前诚心跪经7日，不饮不食，以自身福缘为皇儿续命祈福，就可保皇儿平安康健。此乃积德行善的好事，妹妹应当不会反对吧？苏真儿的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。
目光如淬毒的针，直直的扎在我的身上。我冷笑一声，好事。贵经7日不饮不食，便是铁打的人也熬不住。这分明是要借机搓磨，甚至要姬怀安的命。姬怀安看了我一眼，就要下跪领旨，被我拽住胳膊，扯到了身后。怀安的生母早亡，八字却与贵妃的祥瑞之子相合，这传出去，苏真儿眼中的怨毒几乎要化为实质。你敢诅咒本宫？不敢，我只是担心怀安的八字不够应酬小皇子，不如让我替他为小皇子祈福。我退后了一步。母妃！姬怀安急了，声音都染上了哭腔。我乃孟家嫡女，阁老孙女，父母俱在，姊妹和顺，天生的富贵荣华命。我的八字应当与小皇子相合。好一个孟家女啊！苏真儿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她凑近我，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，从牙缝里挤出诅咒：等本宫封印在手，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你们孟家。我垂下眼眸，遮掩了眼底的笑意。我也在等苏真儿拿到封印的那一日，那一日就是她和九王爷的死期。小皇子的百日宴的当夜，我在佛堂放了一场大火。我裹着渗透冷水的厚重棉被，在中心内侍的接应下，从预留的侧门安然脱身，气息还没喘匀，就被召去了宫宴。宫宴上，苏真儿鬓发散乱，满面泪痕，抱着啼哭不止的小皇子，扑通一声跪倒在皇帝脚边。陛下，你要为臣妾和皇儿做主啊！他伸手指向我，指尖因激动和恨意而剧烈颤抖。婉妃妹妹自告奋勇，要为皇儿跪经祈福，臣妾不忍辜负她的一片心意，便准许了。谁曾想她祈福不过3日，佛堂便骤然起火，这肯定是她心不诚，惹怒了佛祖。他低头看着怀中幼子，哭得几乎皇儿本就因早产体弱，如今祈福被毁，若是有个3长2短，臣妾也不想活了。人人都知道，小皇子乃天降祥瑞，关乎我朝国本。婉妃破坏祈福，往小了说是戕害皇嗣，往大了说便是对皇兄不敬，意图动摇国本啊！九王爷冷哼一声，将孟婉宁废为庶人，打入冷宫。孟家娇娇女无方，罢职免官，闭门思过3个月。皇帝最近丹药吃多了，性情暴躁，一听就要让人把我拖下去。吴侍卫晋升上前，就要将我压下去。出去的我不废！怀安像一颗小炮弹一般扑到我的身前，拦住要动手的侍卫。母妃是替我去佛堂祈福的，若有什么罪责，都该由我来一力承担。我将姬怀航轻轻拉到身后，自己对着盛怒的皇帝盈盈一拜：怀安，退下。陛下，此次佛堂大火的确是天罚，罚的却不是臣妾的心不诚，而是有人欺君。胡说八道！陛下，您不要再听他拖延时间了。皇帝微微一愣，苏真儿便尖声惊叫起来：哼，贵妃娘娘如此心急，是怕我当众说破您和九王爷的丑事吗？臣妾在佛堂跪经，亲耳听到佛像开口，说小皇子并非陛下亲生。九王爷瞳孔骤缩，厉声喝道：血口喷人！孟婉宁，你为脱罪，竟敢编造此等诛心之言，污蔑本王、贵妃与皇子，罪加一等！皇帝的身体晃了晃，脸上暴怒的神色瞬间凝固，转为一种可怕的青灰色。孟婉宁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佛祖给了臣妾证据。我自袖中取出一方鲜艳的红帕，在小皇子眼前轻轻抖了几下。小皇子乌溜溜的眼珠茫然地转动了2圈，咧嘴大哭起来。苏真儿一把将孩子护在怀中，厉声呵斥：孟婉宁，到了此时，你还在装神弄鬼，意图惊吓皇儿！陛下，太医皆知，3月婴孩已可辨别鲜艳的色彩，尤其喜欢盯着大红大绿的东西看。小皇子却对臣妾手中的帕子无动于衷，并非愚钝，而是因他先天不辨红绿2色。殿内一片死寂。不辨红绿。皇帝咀嚼着这个词，目光沉沉。仅凭这一点，你就说皇儿非朕亲生？我轻笑一声，径直走到九王爷面前，将那方红帕再次举起，几乎要碰到他的鼻尖，冷声问道：请问九王爷，我手中所执是红帕还是绿帕？九王爷的脸色唰一下变得惨白，嘴唇剧烈颤抖了2下，没有出声。你说不出来，因为你跟小皇子一样，生来便不能辨红绿2色。九王爷对自己不辨红绿的毛病讳莫如深，若非我前世嫁给了他，绝不会知道这一点。因此我突然说破这一点，人们在震惊之下都以为我真被佛祖点拨了。2家还曾议过亲事，自古嫦娥爱少年，陛下毕竟年纪大了。
你不要命了？在古代，女子的名节比命还重要。九王爷是皇儿的皇叔，两人就算一样不变颜色，那也不能说明什么。我早就猜到他们会抓住这一点辩白，所以之前特意让贴身丫鬟送信出宫，让祖父为我查证了许多信息。此时，我一条一条的摆出来，掷地有声。九王爷的母妃，先皇的余嫔，不辨红绿，连红玛瑙与碧玉玺都分不清。九王爷的外祖父，余嫔的生父，不辨红绿，曾经同时穿了一只红靴与绿靴。还有九王爷外祖父的祖母和他的同母兄弟，这些人尚在人世，陛下传召过来一问便知。这分明是九王爷母族那边代代相传的血脉之症，与叔侄关系是不相干的。我的话音刚落，皇帝便猛地瞪圆了眼睛，胸口剧烈起伏，脸色由青转红再变紫，最终一脚踢翻了面前的桌蛋。贱人，逆弟，你们好得很！朝臣们跪了一地，苏真儿更是吓得瘫软在地，泣不成声。皇儿毕竟身负祥瑞。我冷哼一声，为今夜的乱局添上了最后一把火。陛下，小皇子出事次日锦鲤献福，是因为九王爷让小太监在水池下将威石器摆成一个福字。九王爷费尽心思让小皇子身负祥瑞美名，就是为了让您立小皇子为储，日后继承大统。佛祖慈悲，不忍陛下被蒙在鼓里，特托臣妾告知。陛下，皇帝越听越气，猛地起身，挥手一扯，只听哗啦一声，苏真儿头上那顶今日刚刚戴上的凤冠被扫落在地。苏氏秽乱宫廷，欺君罔上，混淆天家血脉，罪不容诛，即刻褫夺一切封号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择日凌迟处死，那个孽种一同处置。皇兄饶命！九王爷面如死灰，磕头如捣蒜。住口！传旨，九王不，继还削去一切王权，贬为庶人，押入宗人府非诏有不得处，给朕严加看管。侍卫如狼似虎的上前，将彻底崩溃哭嚎的苏真儿和瘫软如泥的九王爷拖了下去。殿内重新恢复死寂，只剩下皇帝粗重的喘息。他慢慢转过身，用沾着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，目光里满是猜忌与嫌恶。姬怀安抿了抿唇，挡在了我的身前。这样大的皇家丑闻，若是我私下告发，恐怕第二天就会被病逝。可是我当众告发，也未必能有善终，因为皇帝会恨苏真儿和九王爷，更会恨我这个将他的脸皮撕下的人。我乃至我背后的孟家，都会在今夜后被清算。幸好我早有准备。我缓缓跪下，伏地叩首。陛下，佛祖还告知了臣妾一件事，您的每日饮食中被九王爷串通心腹，掺入了朱砂水银，造成龙体强健的假象。我的话音未落，皇帝脸上的血色已经褪得干干净净，转为一种骇人的金紫色。他的身体像被抽掉了骨头，眼白上翻，直挺挺地向后倒去，重重砸在龙椅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四肢仍在微微抽搐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被不省人事的皇帝和连滚带爬去请太医的兵人，缓缓握紧了姬怀安冰冷的小手。这漫长的一夜终于要过去了。太医连夜诊断，皇帝急怒攻心，风邪入窍，体内又有余毒未清，直接中风天叹了，下半辈子都得在床上度过。我立刻联络孟家，让祖父以阁老之尊联络朝中清流，一举将姬怀安推上了储君之位。因为皇帝病重，太子续得坚固，以孟家为首的阁臣及勋贵辅政，形成了微妙的平衡。却不料九王爷自宗人府逃脱至北境，勾结胡虏三大部，集结近10万铁骑，攻破居庸关，直奔京城而来。消息传回，满朝皆惊。居庸关乃京师西北门户，门户洞开，胡虏铁骑不日便可兵临城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思考对策。其一，即刻关闭京城9门，全城戒严，许进不许出。其二，命京界大营5城兵马司全力布防，征调城内青壮协助守城，清查物资，统一调配。其三，800里加急，传令各地镇守总兵，速发秦王之师。其四，我顿了一下，看向身旁的姬怀安。这段时日，他的个子长高了许多，脸颊却瘦聊了下去，显现出2出清俊少年的轮廓。他回看了我一眼，朗声道：其四，孤身为太子，当与将士同进退，护卫京师，诛杀逆贼。姬怀安出征那日是个大晴天，他穿着银亮的特制软甲，身形在戎装下略显挺拔清瘦，仿佛一株正在疾风中努力舒展的青竹。他那么年轻，还没有籍贯，可他是储君，
他必须对黎明苍生负责。我缓缓收回目光，转身去了冷宫。乖皇儿，快睡吧，你父王就要来接我们了。做大大的宫龙椅，里，苏真儿正抱着一个枕头唱摇篮曲。是不是恨狼来了？派你来接我了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他会来救我的。还有皇儿，他带着皇儿一起走的。听到脚步声，他猛地转过头，几乎是手脚并大的爬过来，扑到我的面前。我看着状若疯癫的苏真儿，他果然早就知道九王爷留有后手，甚至提前送走了自己的孩子。苏真儿，你能联系上基业对不对？告诉我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孟婉宁，你别得意。等恨狼攻破京城，坐上龙椅，我就是皇后，我的皇儿就是太子，你们都得死！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你的横狼是靠着什么办法才能让葫芦的铁骑为他所用的？苏真儿愣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茫然，但立刻被更强烈的偏执覆盖。我的横狼是天皇贵胄，那些蛮子能帮他，是他们的造化。葫芦三大部狼子野心，窥伺中原已久。他们此次肯倾力相助，是因为你的横狼娶了葫芦大汗最宠爱的幼女为妻，向葫芦称臣，并许下了裂土封疆、岁岁纳贡的诺言。他现在的正妻是葫芦的公主，未来的皇后，自然也轮不到你。苏真儿瞳孔骤缩，尖声嘶叫起来：“你胡说！你骗我！横狼不会，他说过只爱我一个，他说过要让我当皇后，我还给他生了一个皇儿，他不会负我。”苏真儿，你真的相信机遇会带着一个婴儿逃亡吗？他怕孩子的哭声引来追兵，在逃开关外的前一夜，将你的皇儿遗弃在了荒野冰河之上。我们的人找到他时，他小小的身子早已冻硬了。我怜悯地看着他。苏真儿发疯一般的叫了起来。我没有再看他，转身离开了冷宫。但是我并没有走远，而是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，盯着冷宫的一举一动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一道兽血鬼魅般的身影从半合的门缝里钻了出来，头也不回地跑向了宫外。我远远跟着苏真儿，来到了京郊一座早已荒废的古寺。山门倾颓，残月暗淡的光照在斑驳的泥塑金刚脸上，显出几分狰狞。苏真儿如一只雀儿飞扑到姬恒怀中。横狼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想法子来见我。他们关着我，折磨我，那些贱婢，我每日每夜都盼着这一刻。真儿，委屈你了。放心，很快这一切就会结束。等我攻下京城，定要将那些欺辱你的人千刀万剐。我们的皇儿呢？他好不好？我派人把他送出宫的那晚，他腰后面起了些痱子，我特意在襁褓夹层里放了一小瓶我自己用桃汁煎的水，那水清凉，最能祛肺止痒。你可有记得给他涂抹？当然，我早就涂了。那点小肘子，第二天便好了。我今晚本想他来见你，只是现在时局未定，实在是不安全。你再等等，等我攻破京城，再带皇儿与你团聚。皇儿有你照顾，我自然是放心的。真儿定定地看了姬恒许久，忽然轻笑了两声。真儿，现如今你和孟婉宁同在宫中，若是能找机会在她的饮食中下毒，前线的姬怀安必定方寸大乱，到那时便可趁势猛攻，一举拿下京城，封你做我的皇后，好不好？姬恒点点头，横狼说什么便是什么，只要能和你与皇儿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苏真儿回答的出乎意料的干脆，甚至带上了一丝奇异的轻快。苏真儿从包袱里拿出一只酒壶，倒了2杯酒，将其中一杯递给姬恒。臣妾恭贺吾皇登基。真儿，姬恒接过酒杯，却没有立刻喝下去，直到苏真儿将自己的那杯酒一饮而尽，他才下定决心喝下。真儿，我此生必不负你。两人深情相拥了半晌，忽然姬恒闷哼了一声，一把推开了苏真儿。你酒里有毒！姬恒的声音扭曲变形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骇然和剧痛带来的颤抖。苏真儿的嘴角留下一行黑血。是啊，恒狼，眼上却带着解脱般的笑意。你我有不相负。为什么？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恒狼，我给过你2次机会。第一次，我问你皇儿从未长过什么痱子，你若真心待他，哪怕片刻便会知道我在试探你。可你没有，
你若是诚实的告诉我，你抛弃了皇儿，我或许会恨你怨你，但也会原谅你。逃亡途中，大人尚且难活，何况婴孩？可你没有。你为了让我给孟婉宁下毒，居然用皇儿来骗我！骗我，一直骗我，骗我说只爱我一人，骗我说会让我当皇后，骗我说皇儿安好。你个龙女！姬恒的挣扎渐渐微弱，只剩下濒死的呵呵声，试图爬到门外去求救。苏真儿趴伏在他的身上，两人如同一对交颈而眠的鸳鸯，满足地闭上了眼睛。九王爷姬恒暴毙于京郊荒寺的消息，如同长了翅膀，以惊人的速度传回了葫芦三部。失去了在中原皇族内部最重要的代理人，承诺裂土封疆的奇货，本就因利益分配不均而暗流涌动的三大部，在我朝使者的挑拨下，立刻爆发了内讧。姬怀安抓住了战机，亲自领军突击，血战了3天3夜，终于将葫芦三部的主力围杀殆尽。当年10月，北境残部向大炎递上了称臣纳贡的国书，发誓永不再犯。次年2月，皇帝驾崩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在百官的拥戴和天下人的期待中，太子姬怀安于先帝陵前即位，改元昭武，以彰定胡堵之功。登基大典庄严隆重，身着12张衮服的新帝在巍峨的太极殿前接受百官朝拜，山呼万岁。他身姿挺拔，面容尚带稚气，但举手投足间已初具君临天下的威仪。大典后，他颁布的第一道旨意便是尊封抚养他、教导他、扶持他走到今日的养母我孟婉宁为圣继人和昭惠皇太后，移居慈宁宫，享太后尊荣，并下旨太后有参详政务、教会皇帝之权。我受封那日，穿着庄重的太后礼服，接受内外命妇和新帝的朝贺礼毕。新帝，我的怀安在众人退去后，来到我面前，不再是群臣之礼，而是如往常一样，轻轻将额头抵在我的手背上，低声道：“我温和而坚定地回握他的手，笑道：万里江山，如今都在你的肩上了。前路或许仍有风雨，但母后永远是你的同行之人。